尤其是久咳不愈，尤其是呼吸困难逐渐恶化，那他应该要寻求胸腔科医师进一步的检查。因为自体免疫疾病它指的是身体会产生自体免疫抗体，那这个抗体会攻击自己身体的各种组织器官，包括皮肤它就会有红斑病，攻击关节就会有关节炎，攻击口腔黏膜它可能容易嘴破，那如果攻击到肺就会产生肺的发炎，那比较严重就会造成肺的纤维化，那这个反而是自体免疫疾病里头经常造成致命的原因。通常病人最常出现的症状是咳嗽，然后这个咳嗽有可能有痰没有痰，干咳比较多。那比较严重的话，他就会开始感到有呼吸困难，在活动、爬楼梯、走路，甚至日常生活就会开始觉得呼吸困难。那对他的影响，当然除了影响生活品质之外，他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他的生命安全。在许多病患，这些药物，传统的药物，它并没有办法发挥足够的疗效，它的肺功能还持续恶化的时候，其实现在就会需要到抗纤维化的药物。那这个当然在研究上都是证实有它的疗效存在，而且健保也有给付，对于那一些病患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哈。第一个是症状，就是说病人的咳嗽跟呼吸困难的症状有没有持续恶化。那第二个是肺功能，他们要执行的肺功能项目其实比较多，就是一般是要在具有完整的肺功能检查室的单位才有办法进行。那第三个就是影像学，影像学我们在观察进展的时候，有时候 X 光就可以提供大概的一个判断。但是要比较精确的去判断它的纤维化，肺部的进犯是不是有恶化，可能还是要靠电脑断层。